我和姐姐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被领养的。在选择去向那天，她挑中了伊登诺夫市的名门望族，家财万贯，权势滔天，无人敢惹。可那位继承人却是个扭曲又残忍的变态，日复一日地折磨她。我选择了不起眼的莫斯家族，他们没有姐姐新家那样的财富和地位，但他们待我真诚温暖。后来，他们家的小儿子成了商界巨擘，娶我为妻，给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幸福生活。被嫉妒吞噬的姐姐偷偷勒死了我。可当我再次睁开眼，却发现他竟无耻地窃取了我亲手创造的人生。这次，他抢先选了莫斯家。卡门，他冷笑道，现在轮到你来受苦了。我差点笑出声。他难道以为莫斯家的继承人是什么简单就能中奖的彩票吗？第1章。我睁开眼，正赶在我和姐姐海泽尔要被领养挑选的那一天。我很乖的，什么家务都会做。请选我吧。海泽尔做作地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，一边紧紧抓着莫斯家小儿子布拉德·莫斯的手。原来他也重生了。孩子，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开口，声音因困惑而微冷。我记得你说过喜欢我们家。她是亚历山大·莫兰的母亲。莫兰家是伊登诺夫顶尖的豪门，不过继承人亚历山大本人并未到场。我改主意了，海泽尔顶了回去，一边往布拉德身后缩，仿佛拿他当挡箭牌。这犯法吗？莫兰夫人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如此善变的孩子不配进莫兰家的门。接着，他目光柔和地转向我，你看起来是个好姑娘，跟我走吧，我家里有个儿子，你会喜欢的。我只是点了点头，握住了他伸出的手。海泽尔眼中闪过一丝胜利的光芒，仿佛刚赢得一场大胜。但他不知道，所有人都畏惧亚历山大的乖张，但我更怕的是布拉德，那个像毒蛇一样阴冷恶毒的男人。上一世，我花了多少年拼命想逃离他的掌控。这一次，他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天大的忙。趁莫兰夫人出去叫车时，海泽尔凑近我，眼中满是轻蔑。好好享受你的新生活吧，卡门，他低声说，这次该轮到你受苦了。我连回话都懒得。他的得意洋洋不过是一场小丑的表演。他以为为自己抢到了崭新的开始。但可笑的是，他不是逃离了火坑，而是跳进了一个远比他想象中更残酷的地狱。抵达莫兰庄园后，莫兰夫人给了我一个独立的套间，还为我请了一大群钢琴、舞蹈和礼仪老师。她温柔但坦白地说，孩子，我直说了，我收养女儿是为了给我儿子找个合适的伴侣。你必须用心。亚历山大1个月后从国外回来，如果他喜欢你，你的未来就有了保障。记住，整个莫兰家的产业将来都是他的。从上一世我知道，亚历山大对海泽尔只有轻蔑，他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很糟。我也不敢指望那位冷漠疏离的继承人会青睐我。我得有自己的生存计划。1个月后，莫兰家举办盛大舞会，欢迎亚历山大回国。伊登诺夫的精英名流齐聚一堂，包括因生意往来密切的莫斯一家。在流光溢彩的舞厅另一头，海泽尔一眼就看到了我。她穿着一条纯白的连衣裙，翩然而至，笑容锋利如刀。好好享受派对吧，卡门，她低语道，今晚将是你人生中最屈辱的一夜。我对这场宴会记忆犹新。上一世，他就是在这里初次见到亚历山大。他看了他一眼，厌恶地皱起眉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滚开。他曾不知羞耻地缠上去，宣称自己是他的未来妻子，而他毫不犹豫地踹开了他。但我也重生了，我知道他的结局也已经规划了不同的道路。海泽尔正等着我遭受和他一样的羞辱，他要大吃一惊了。第2章，但他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。就在亚历山大即将隆重登场之前，我在一间私密书房里截住了他。这是我们第1次见面。他比我高出1个头，英俊的惊人的脸上写满冷漠，难以接近。果然不好接近。我递给他一份文件。
我知道你新接手了一个项目，但不知如何推进。这是我的方案，我保证能盈利。我虽在孤儿院长大，只读到高中，却拥有敏锐的商业头脑。上一世，布拉德·莫斯能成为商业巨头，正是因为有我在幕后出谋划策。你怎么知道这个项目？他接过文件，快速翻阅。上一世，那个项目曾是布拉德的。那时他待我不错，所以我给了他那个确保成功的方案。这一世没了我的帮助，项目落到了亚历山大手里。我做过调查，我带着淡淡的笑意说：“莫兰先生，我可以定期为你准备这样的方案。条件只有一个，在公开场合我们扮演家人，私下里我们各过各的。亚历山大首先是商人，利益是他最大的驱动力。如果我能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他会重新评估我的分量。”就在我以为他会同意时，他挑了挑眉，明白了。你想用合作换取一个安全的避风港。接着，他的语气变了，带着一丝揶揄，但我母亲没告诉你吗？她不是收养女儿，是在物色儿媳妇。我知道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困惑地问。他嘴角勾起一抹机不可见的笑意，合上文件夹，这个方案很出色。等你嫁给我，你的所有点子自然就都是我的了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我愣在原地，他的话在脑中回响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真想娶我？不，不可能。他只是想确保一辈子有免费的方案用。一定是这样。当我步入宴会厅时，莫兰夫人立刻挽住我的手臂，骄傲地向在场的各位长辈介绍：“这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漂亮吧？又温柔又知书达理。”一片礼貌的赞扬声随之响起。大厅对面，我感到海泽尔的目光如芒在背。他站在布拉德身边，眼中是深深的怨毒。他紧握着酒杯，大步走过来，假作关心地对莫兰夫人说：“莫兰夫人，亚历山大才刚回家吧？卡门见过他吗？您怎么就能肯定他同意了？他在孤儿院已经留下了极坏的印象。”此刻听到他如此大胆的质问，莫兰夫人眼中闪过怒意。放肆！莫兰家的事轮得到你来多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布拉德脸色煞白。莫兰夫人，非常抱歉，请原谅我妹妹，她说话不过脑子。但我看到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危险阴影。上一世我见过无数次那种眼神，那总是噩梦的开始。一阵冰冷的恐惧攫住了我，我下意识的后退，却不小心撞进一个坚实温暖的胸膛。我转过身，惊讶地对上了亚历山大的脸，他的手臂扶稳了我。小心点，他低声说。一抹罕见的微笑软化了他通常冰冷的眼睛，声音也比我想象的温柔。就站在我们面前的海泽尔，看起来快要气炸了。他心里一定在尖叫，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温柔。亚历山大，他脱口而出，你真喜欢卡门？他只是个孤儿，而且他不干净，他被人玷污过。他的话让整个大厅瞬间鸦雀无声。他指的是孤儿院那晚，一个男人趁我睡着潜入我的房间，撕扯我的衣服，企图侵犯我。但我反抗了，我用花瓶砸破了他的头。第3章，那件事后，海泽尔到处散布恶毒的谣言，把我污蔑成残花败柳。他甚至曾跑到我面前，眼中闪着得意的光。卡门，猜猜是谁把那男人送进你房间的？那一刻，所有的碎片终于拼凑完整。那场噩梦全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回忆让我再次怒火中烧，拳头紧握。我正要反驳，亚历山大却先开口了。是吗？他的声音平静的危险，目光锁定海泽尔。他误以为那是好奇，更加得意了。是真的。卡门被一个肮脏的老……他的话没说完，亚历山大二话不说，抬腿一脚，狠狠踹在他腹部，将他踢倒在地。一片倒抽冷气的声音，所有谈话都停止了。布拉德的脸色变得惨白。莫兰先生，万分抱歉，是我管教无方，太过纵容妹妹了。亚历山大的声音冷得像冰，
如果再让我听到他诽谤我的未婚妻，我会让他在这座城市一天也待不下去。你们全家都可以跟他一起打包滚蛋。我建议你好好教教他规矩。立刻。布拉德慌忙低头，是，我这就管教。他大步走过去，对着海泽尔的脸左右开弓，狠狠扇了3记耳光。啊！住手！好痛！他尖叫起来，声音刺破了凝滞的空气。莫兰夫人的声音响起，平静却不容置疑，都给我听清楚了。这位姑娘是我认定的儿媳妇，她叫卡门·宾利。若让我知道有谁对她不敬，我必10倍奉还。现在舒服点了吗？亚历山大低声问，将我搂得更紧。痛快极了，我低声说，几乎要笑出来，仿佛多年积郁的浊气一扫而空。海泽尔这场公开闹剧倒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，它加速了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。一夜之间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莫兰家选定的儿媳，他们对我的尊重也变得截然不同。至于海泽尔，被布拉德拖走了，他脸上带着受辱的暴怒。上一世，他隐藏自己恶毒的本性更久，但今天的事过早地撕下了他的面具。我知道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力气活下去。有一阵子，他没来烦我，给了我宝贵的时间去赚钱，计划逃离这个黄金牢笼。重生教会我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，唯一能真正依靠的，只有自己。我正在找工作，亚历山大联系了我。他的信息很直接，来我公司上班，起薪每月5000美元，外加奖金。这很完美，正是我在找的高薪工作。我立刻答应了。但在去面试的路上，一块浸着甜腻气味的布突然捂住了我的嘴。我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醒来，头脑昏沉。地上是湿滑的水渍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。而站在我上方的，正是孤儿院那个侵犯我的男人。他咧着满口黄牙，露出猥琐的笑。等我办完事，你就别想当什么莫兰家的儿媳妇了。哦，别担心，我已经给他们发了邀请，请他们来看戏。我嘴角浮起一丝冷笑，看来上次的花瓶没让你长够记性。你说什么？他恶狠狠地咆哮。我不顾地上的污秽，从湿滑的地砖上撑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，刀刃闪烁着寒光，磨得极其锋利。你真以为我会在同一个陷阱里栽2次？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一刀划向自己的手臂，鲜血瞬间涌出，我把它抹在衣服和皮肤上。恰在此时，门被猛地撞开。莫兰先生，求您别伤害卡门，她只是寂寞了，才会在这种地方见男人。海泽尔的哀求卡在喉咙里，因为他看到了站在那里的我，满身是血。